因为我们会常看到一些生老病死这样子，对啊，所以就会知道应该要活在当时，借由这些工作，然后让我的人生就是更圆满这样子。对，因为你会有一些启发。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天真的女生，就是我就会把它想得非常的美好。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是说没有什么烦恼，可是相对如果跟其他人比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算是还蛮幸福的小孩。当我念到护理这个工作之后，我就会发现原来我的同学是这么的辛苦的。其实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这么的完整。这个工作让我知道应该要感恩现在的拥有，就是我长大之后我才觉得，原来我爸妈给我的东西是好的。最早之前是在那个癌症病房，所以会看到一些很多像乳癌啊、子宫颈癌这样子。那有些可能是刚结婚的，或者是他身边有小孩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做，然后已经做了10几年，可能还在这个护理的工作。在医院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可能压力很大，所以就是半年生理期都没有完。因为医院可能会常常一些会有突发的状况，会碰到一些血啊，或是一些伤口这样子。那新生儿都是一个健健康康的，顶多就是我们帮他换尿布啊、洗澡这样子。那除非有些妈妈真的产后忧郁太严重，就要给予他一些好的支持，这样子让他可以就是好好的坐完月子。然后换到这个新生儿的工作，当然就是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他们就会哭啊，然后会笑啊，或是他会跟你玩很好玩这样。爸妈回家之后都大部分都可以慢慢的学习怎么照顾小孩。爸爸妈妈都非常非常爱小孩，然后也很愿意去学习怎样照顾小孩，这样子是蛮感动的。新生也是有新生的烦恼，没有计划之下生下来小孩，可能他们心态上面还没有准备好好当一个爸爸妈妈，也很少看他会抱自己的小孩，然后或者是去学习育儿的一些东西这样子。我们就会想要多一点爱去帮这个小孩，给他足够的爱跟拥抱的话，对于他每一个阶段的成长发育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蛮重要。我的朋友可能因为他爸妈离婚，然后小孩可能必须跟着男方一起，那他就很缺少母爱，他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需要爱的一个小孩。有些可能他成长间有一些创伤，然后那些创伤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治愈，没有人协助他。长大了之后，如果又没有人好好的可以开导他，以前在门诊实习的时候，其实蛮多都是年轻的妹妹，对，然后就会觉得原来他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可是你看他外表是书卷看不出来，躁郁症啊，或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那当然有些人说这是跟基因也有一点关系，他可能有发生很大的一个事情，然后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被舒压，吃药是可以控制，但是可能你还是要靠自己去走出。小朋友还是你要在他每一个成长阶段给予他所需要的爱跟关怀。那些很片段很小的记忆非常的模糊，可是你好像觉得回想你小时候成长的过程，长大你再反过来思考，你就觉得有些人其实是来帮助你的，那有些人是来让你的人生知道怎样去应对这些坏人这样子。很多东西你需要学习，然后也可能会因为你这个小孩影响到你们两个平常的生活作息。身为一个女生，我觉得生完小孩其实心情非常脆弱，对，所以很需要就是另外一半可以陪伴这样子。对，因为有些人可能在生小孩之前他不会想这么多，对，然后生完小孩之后他才会说原来就是这些事情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事情。真的要生小孩之前，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未来的蓝图，可能有小孩是怎样的生活这样子。应该是今年吧，我跟妈妈她先生可能早上出去上班的时候发生了车祸，他先生就走，那妈妈非常的崩溃，娘家那边他可以帮忙照顾小孩，所以妈妈就是匆匆忙忙离开这样子。另一个就是妈妈本身罕见疾病，她没有办法提重物，站着抱小孩没有那么有力气这样子，呼吸也是需要力气，所以就是会突然说走就走。但是她还愿意就是生了2个小孩这样子，要去handle 这一切。所以我觉得当他先生非常的勇敢，但还好他小朋友都非常非常健康。
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安妮病房，他是真的要帮病人保持，让他保持他的气色比较好，让他就是可以啪啪的然后走掉这样子。你看到他旁边的家人，他另外一半会担心，但是他们又必须装这样镇定，旁边家属都会一直哭啊，一直哭。但是你自己也会很想哭，但是因为毕竟你是工作者，所以你还要保持镇定。对啊，癌症病人真的很辛苦，可能还是会看到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病痛。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是看起来蛮开心的，他可能就会到处旅行，在这短短的生命好好的去活着。有些人真的还蛮开朗的，真的非常难。然后我们那些正常人，反正都是在怨天尤人啊，什么什么什么。你跟其他人比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比你更幸福。自己想一下说，你好像其实也算是幸福。生老病死，就是我们看到新鲜的生命，然后又看到人随时在你面前走掉。面对一个即将死亡的病人，你就会想说，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现在。所以你就会知道，其实有些人没有这么的完美，大家还是要感恩祈福这样子。虽然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换个念头，然后你的人生可能就会不一样。很多事都会很突然的发生，所以真的，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做什么事的话，你应该要好好的去赶快实行，或是你很想要孝顺父母啊，我就真的要好好的做。因为当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他们可能已经老，很想要孝顺他，就是没办法，你就会感到我怎么不应该在他们好的时候就应该要带他们去哪里这样子。这么多很困苦的人，然后很多人是需要你的爱去关怀他们。就是有人才会说，其实你在困苦当中成长的小孩，就是比较有努力向上的一些精神，因为他可能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他必须要自己去改变。我记得好像我有一次算是一个小小的竞赛吧，路过这边，然后你觉得哪个小姐是你比较喜欢的？客人觉得你这个就是服务真的很好。如果有妈妈有听话，就是公司他会拨给你一些奖金，做的这些事情被看到，其实你是一个蛮有成就感的。你要全神贯注去照顾这个小孩，因为新生儿他不会讲话嘛，那他只会哭，所以你必须要靠你平常的照顾，然后你要去发现这个小朋友是不是跟平常不太一样，就是他哪里你觉得怪怪的这样。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的话，你真的会很难做这个工作，因为你必须一下子上白班，一下子上小夜。对，然后或者是偶尔真的会轮到夜班，其实就跟空服人员一样，你是不是调时长？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因为生理期，然后或是睡眠品质没有那么好。对，我自己的姐姐妹妹，她们都说她们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有些人可能就是工作很忙这样子，妈妈爸爸的小朋友的情绪，新生儿进入这个家庭，夫妻之间的相处，可以看到夫妻之间的改变这样子，有时候会觉得蛮好玩，可以看到很多的人生面。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爸爸要好好的多多帮忙妈妈这样子，因为毕竟生产完就是女生的伤口还没有恢复好，所以行动方面啊可能会真的没有像一般少女一样这么的方便这样子。存钱，然后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对，然后或者是计划出国这样子，每天有动力，对，就是有生活的目的，你不会每天就是只是想要爽废，然后不知道要干嘛。因为我妈妈会常说，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就很像在做善事，因为每天都分享这些爱给这些小孩啊或者妈妈这样子，在旁人看来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超有爱的一个工作，自己会觉得应该还好吧，因为我们就是工作，就是你要比较正向。对，那如果你一直去计较某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就会非常的辛苦，因为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平衡。不要太去计较一些东西，去布施，对，施比受更有。